很多人並不是不會聊天，而是太沉浸在自己想說的話裡，你講得很投入，對方卻越來越敷衍。大家好，歡迎來到30天社交自如計劃的第16天。先來做一個簡單的心理測試，想象一下，你剛剛結束了一場聚會或者一次約會，回到家躺在床上，回想起剛才的表現，你覺得自己發揮超常，你講了那個精心準備的冷笑話，分享了你上個月去西藏的驚險經歷，甚至還科普了最近最火的 AI 趨勢。你覺得自己簡直就是全場的焦點，魅力四射。但奇怪的是，當你拿起手機準備給對方發個消息時，對方的回復卻慢得像快洋郵件，甚至只有一個禮貌的人或者早點休息。這時候你就要警惕了，你剛才經歷的可能不是一場成功的社交，而是一場尷尬的自嗨式單機演說。在社交心理學中，這種現象有一個專門的詞，叫做對話納西瑟斯 （Conversational Narcissism）。簡單來說，就是我們在聊天時，不自覺地把所有話題的引線都拉回到了自己身上。那為什麼自嗨是我們的生理本能？我知道很多人並不是故意的，甚至有些人之所以一直說，是因為害怕冷場，是因為想通過分享來拉近距離。但你要知道一個殘酷的事實，哈佛大學的研究表明，人在談論自己的時候，大腦分泌的多巴胺和吃巧克力、領獎金時是一模一樣的。說白了，你在喋喋不休地講自己的故事時，你的大腦是在爽，而對方的大腦卻在缺氧。社交的本質是一場價值交換。如果你一直在輸出，而對方完全沒有參與感，那麼你不僅沒有建立連接，反而在消耗對方的社交能量，從輸出者進化為吸引者。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今天要這麼拿出第16天來解決這個問題。今天這一集，我們要實現從表達欲到吸引力的質變。我會帶你拆解6個頂級社交高手的控場秘籍。我們會聊到如何用網球原則平衡話題量。我會教你如何通過 WAS 追問精準點燃對方的分享欲。更重要的是，我會告訴你如何識別那些轉瞬即逝的社交微離場信號，在對方感到無聊之前優雅收尾。你以為是自己不夠幽默，在社交場合當中，有一種人特別容易被拉黑，就是那種什麼都知道的人。他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從自己的工作聊到昨天晚上做夢都做了什麼，然後滔滔不絕，一說就說1個小時都不停。但是奇怪的是，這種人呢，往往是最容易被拉黑或者被禮貌疏遠的。為什麼呢？因為他陷入了一種很危險的狀態，叫做自嗨式聊天。心理學研究表明，在我們談論自己時，大腦分泌的多巴胺跟我們吃美食、領獎金的感覺是一樣的。所以自嗨其實是一種生理上的本能。但社交的本質是什麼？是價值交換，不是個人發布會。如果你發現聊完天之後，對方再也沒有主動找過你，或者談話當中只有你在不停的輸出，那麼今天這堂課將會是你人脈翻盤的一個關鍵所在。我會教給你6個核心的控場技巧，讓你做到精準控場，讓別人聊得舒服的同時，對你產生極強的吸引力。學完這一集，你會發現，真正有魅力的人，並不是那個話最多的人，而是那個能讓身邊的人都覺得自己很有話聊的人。如果你準備好把社交裡的單機模式切換成多人互動模式，那就讓我們正式開始 Day 16的課程。那麼為什麼你總是自說自話、自顧自的講話，對方呢，卻沒有任何反應？今天教你6個小技巧，讓你告別自嗨式聊天。第一個，談話的網球原則，就是打網球的時候，你不能一直把球扣在一方，而是要來回的彈跳。同理，在聊天時，你也得學會拋球。什麼意思呢？就是你只管表達自己的觀點就好了，而不要總想着讓別人必須接受你的觀點。比如，你跟朋友說，我覺得這部電影真的很好看，他回答說，那這個時候你就別再往下說了，因為他在用點頭回應你，並不代表他認同了你的觀點，只是說明他收到了這個信息而已。所以你要接着問他，你覺得怎麼樣？這樣子，他才會跟你進行下一步的互動。核心邏輯，一場好的聊天應該像一場網球賽，球要在2個人之間來回傳遞，而不是一直停留在你這一側。操作指南：30秒警戒線，連續說話不要超過30秒，一旦超過，請立刻停下，把球打回去。結尾必帶提問。在分享完自己的一個觀點或經歷後，順帶問一句，你呢？你對這塊怎麼看？或你之前有遇到過類似的情況嗎？深度解析，這不僅是為了讓對方說話，更是為了及時檢測對方對你的話題是否感興趣。如果球打過去對方不接，回復很短，說明該換話題了。第二個，情緒共鳴，而不是事實對氣。很多男生會犯一個錯誤，就是在跟女生聊天時，喜歡羅列事實來證明自己很優秀。比如，我本科是985畢業，現在年薪100萬，這些客觀的事實對女生來說並沒有什麼卵用。她更在乎的是你能夠帶給她什麼樣的情緒價值。所以，你與其說一堆沒用的話，不如真誠的去挖掘你們之間的共同點。比如說，我們都是985畢業的呀，怪不得咱們有很多聊得來的。又或者說，
我發現咱倆都很喜歡吃辣啊，怪不得每次出去吃飯都合拍。核心邏輯，自嗨者最愛講事，而聊天高手最愛講情。事實是冰冷的，而情緒是有粘性的。操作指南，關鍵詞抓取，當對方說話時，不要只聽發生了什麼，要聽他背後的情緒詞，如很累、挺意外、挺開心的。情緒回響，聽得出來，你當時一定覺得很有成就感吧？自黑調節法，分享自己的經歷時，多分享尷尬、失敗、小糗事，少分享成功、牛逼、優越感。深度解析，分享弱點是建立信任的最快方式。當你不再試圖表現的完美時，你就徹底告別了自嗨。第三個 WH 追問策略 ，W 就是 What，H 就是 How， 什麼意思呢？就是你在跟別人對話時，如果對方的回答過於簡單，不足以支撐你們接下來的交流，那你就可以通過 W 和 H 來追問。舉個例子，如果你的朋友跟你說，我去看了那個電影，然後你就應該追問一句，你怎麼評價那個電影？如果他回答說，還行吧，那麼你還得繼續追問，哪裡還行哪裡不行？千萬不要怕尷尬，就因為你多問了一句，才能知道對方的真實想法。核心邏輯，如何讓對方覺得你懂他？不是靠點頭，而是靠高質量的追問。操作指南 W What Why， 那你當時是怎麼想的？是什麼讓你做了這個決定？ H How， 你是如何搞定那個麻煩的？你現在的感覺怎麼樣？避開是非題，不要問你喜歡嗎？要問你最喜歡其中的哪一點？深度解析，這些開放式問題會引導對方進入深度思考。當對方在你面前分享了深刻見解時，他會潛意識裡認為你是一個靈魂契合的傾聽者。小結一下，記住一句話，好的溝通不是說服對方，而是激發對方想要表達的慾望。最後分享3個非常高級的拒絕自嗨式聊天的小技巧。第4個，識別對方的社交會議離場。你有沒有遇到過這種情況？聊得挺開心的一個人，突然就不搭理你了，不是在忙，就是手機沒電了，或者是信號不好。其實啊，這些都只是借口而已。真實的情況是對方覺得跟你沒有未來，所以不打算再浪費時間了。這種時候呢，你就不要再主動聯繫了，因為成年人的世界裡有來無往非禮也。當然，如果你真的很喜歡這個人，那你可以嘗試着用一種很輕鬆的方式發個朋友圈，或者更新一下自己的動態，讓對方知道原來自己並不是在討好，而是在經營你自己。也許這樣還能給這段關係加點料呢。畢竟，我們誰也不能保證一個只願意對你好的人，就會比那些不願意對你好卻願意對別人好的人更愛你啊。核心邏輯，自嗨者最大的問題是沒眼力見。你要學會識別對方想結束話題的信號。操作指南，視覺信號，對方瞳孔不再聚焦，頻繁眨眼，身體開始側向門口。語言信號，挺好的，是嗎？有空再細聊，太牛了。注意，當讚美變得機械化時，就是危險信號。物理信號，對方開始摸脖子，整理衣服，拿起水杯但不喝。深度解析，一旦發現信號，請主動結束當前話題，哪怕你還有 90% 的精彩內容沒講，也要忍住。這種戛然而止的自律，會讓你顯得極具神秘感。第5個，搜索燈思維。這裡說的搜索燈思維呢，並不是讓你去搜尋對方的缺點，而是要時刻提醒自己，在一段關係中，如果對方給你帶來的快樂大於痛苦，那他就是值得被你喜歡的人。就比如你的伴侶總是喜歡遲到，每次約會都要讓你等很久，雖然會生氣，但每次看到他誠懇地跟你說對不起的時候，還是會忍不住笑出來。那麼這樣的狀態就是可以被接受的。而且你要相信，如果一個人真的深愛着你，他是能夠感受到你的愛意的，哪怕他嘴上不說，也會用行動來證明一切。就像我之前講過的那個案例一樣，明明兩個人感情很好，為什麼還是免不了分手呢？其實答案很簡單，就是因為彼此都沒有學會如何去表達自己的愛意。所以，當你發現對方並沒有那麼愛你時，不要責怪他，或許他也只是不會表達而已。核心邏輯，社交中，每個人都希望自己是舞台中央的主角。高手的做法是把搜索燈打在對方身上。操作指南，尋找對方的高光領域，觀察對方的穿搭、配置或談話中反覆提到的詞。真誠讚美，我發現你對咖啡文化研究得很深，能不能給像我這種小白推薦一款，讓對方當老師，滿足對方的授業慾，是消解對方戒備、快速建立好感的捷徑。第6個，自我修正的話題漂移。所謂的話題漂移，就是指我們在聊天的過程中，要時不時的把話題從自己身上轉移到對方身上，以此來判斷對方是否感興趣。一旦發現對方開始走神或者敷衍回答時，就要及時做出調整，重新開啟新的對話。這個世界上沒有誰離不開誰，只有誰不懂得珍惜誰。拿捏的寶寶們，如果你也遇到了相似的問題，歡迎評論區留言討論哦。核心邏輯，
如果你聊着聊着突然意識到，完了，我已經自嗨5分鐘了，該怎麼體面的救場？操作指南，承認並轉場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我這一聊起喜歡的領域就有點收不住，光顧着我說了，還沒聽你分享你的看法呢。你對剛才提到的那點，拉對方下水，我剛才講了這麼多，不知道你有沒有共鳴，或者你覺得我哪個觀點是不對的？深度解析，這種自我察覺 self-awareness 本身就是一種高情商的展示，它告訴對方，我尊重你的存在。今天的內容分享就到此結束了。今日作業，在今天的下一次談話中，強迫自己執行30秒閉嘴法則。既然是計劃，就一定要有行動。今天的 Day 16作業非常簡單，但也極具挑戰性。在今天的下一次聊天中，無論是和同事、朋友還是外賣小哥，請你強迫自己執行30秒閉嘴法則。當你意識到自己已經連續輸出超過30秒時，請立刻停下，哪怕故事還沒講完，然後順勢拋出一個 WH 開放式問題。你會驚訝地發現，當你把舞台讓出來的時候，你反而成了掌握整個劇本的人。不論你多想表達，都在30秒內結束本段發言，並向對方投出一個 WH 問題，觀察對方的表達慾望是否被你點燃了。我們再來快速復盤一下。首先，永遠記住網球原則，球在你手裡停留的時間不要超過30秒。其次，把你的社交搜索燈從自己身上挪開，去照亮對方的高光領域。最後，學會傾聽那些沒說出口的話，在對方開始疲憊之前，主動結束那個枯燥的話題。我知道，對於很多有強烈表達慾的朋友來說，克制自己不去講那個超級精彩的故事是非常痛苦的。但你要記住一句話，在社交場上，如果你想顯得聰明，你就多說話；但如果你想顯得有魅力，請多聽話。歡迎在評論區分享，你遇到過最讓你受不了的自嗨狂是什麼樣的？你是怎麼應對的？下一期視頻，也就是30天社交自如計劃的第17天，我們將探討一個極其微妙的話題：如何讓聊天更有深度，如何聊天更有意義且直擊靈魂。我們下一期視頻見，拜拜。